这是个吃了鱼肉不吐鱼刺的罐头。别看它只有区2米高，里面却是个五脏俱全的工作室。陆木我待在里面，本来想赶10个视频回馈粉丝，可惜胖虎不允许啊。最近的小镇寂静的就如同一座坟墓，如果哪只喵胆敢在大白天发情，就会有一只洗碗刷爆得他猫血淋头。迫于胖虎的对脸杀，小多拉也只能临时解散了相亲趴。或许是最近吃的太多，动的太少，头围比腰围还粗的他来到球场，可他刚摆好架势要来个3分球，就见胖虎手握18般武器，要打到他们通通不会说话，就连自己亲手带大的酷哥胖虎也不允许他发出任何叫声。原来最近胖妹又开始构思新漫画了，为了不让噪音打乱他的思绪，胖虎才会无差别攻击。毕竟漫画家是个高收入群体，胖虎也想躺赢人生。可明天就是截稿日期，胖妹却连笔都没有动过。胖虎总觉得这是一种暗示，于是他直接杀到编辑家，让编辑要么延长交稿期限，要么让他直接升天。要不是胖妹一招铁痕灭亲，这到手的小男友估计就变渣渣灰了。胖妹警告胖虎不要骚扰未来妹夫，岂料胖虎竟异常乖巧。与此同时，大雄2人正在看鬼片，惊叫声就如母猪生产。本以为在自家狗命不会接到胖虎的小李飞刀，结果下一秒飞刀位置虎哥先到。原来胖妹最近准备画一个古埃及的王子爱上60岁妙龄少女的悲情故事，可他却对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一无所知。所以胖虎希望大雄2人可以乘坐时光机，去那个年代拍一些服饰的照片回来。如果敢说一个不字，胖虎就准备铁拳伺候。岂料会飞的2人这次还真准备跟胖虎正面刚。为了亲妹妹，胖虎顿时一个标准的日本跪。土匪突然下跪，你就说哪个正常人能不怕？于是大雄2人一秒变怂，一脚地板油直接踏进了时光机。他们来到了金字塔出城的时代，拍了足足上百张照片后，才小心翼翼地把它送给了胖虎。可等胖虎带着贡品去上供时，没想到胖妹竟也是个善变之人，仅1个小时没见，就放弃了古埃及改画中世纪的欧洲了。胖虎整个人都惊呆了，立马恶狠狠地告诉了编辑这个喜讯。接着梅开2度杀到大雄家，用同样的招数换到了上百张中世纪欧洲的照片。可他来到妹妹房间上供时，却发现早已是人去楼空。他翻遍了所有不能藏人的区域，最终在能藏人的壁橱里发现了他。然而胖妹一见到胖虎便捂住了双耳，因为每当他有了少许灵感之时，胖虎总会定点准时悍跳，打乱他的思绪。原来小丑竟是胖虎自己。于是胖虎梅开3度前去砸门，恳求小多拉让自己无痛苦升天。虽然小多拉很想这么做，可胖虎的真诚却救了他一命。小多拉拿出了一个罐头，决定送给胖妹让她当工作室，里面不仅自带文房4宝，就连时间流速也是外面的24倍。介绍完具体功能后，罐头便关上了盖子。胖虎虽想照顾妹妹，可盖子无法从外面打开，就连声音也无法传递到内部。于是胖虎就地画圈睡了过去，直到编辑前来催稿，胖虎才发现盖子早已打开。此时的胖妹早已深深睡去，书桌旁还放着她完成的新作。胖虎将它交给编辑，并手握巨棒。如果编辑胆敢说出无聊3个字，胖虎就会一棒打出80的暴击。还好编辑觉得不错，才没被当场锤成酱爆鸡排。因为胖妹所画的内容正是她与哥哥的点点滴滴，真情实感的流露让单调的日常变得丰富多彩。